师傅，你要做什么？我怕。聒噪！师傅，不要！痛！我5岁就被师傅收留，他很冷漠，而且似乎不会冷，可我依旧爱他。师傅，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。来人，拖下去，取心头骨，做骨哨。骨哨响，魂魄鸣。师傅，我成全。师傅，我知道错了，下次不贪玩爬树了，你别罚我好不好？石手，好好去读书。遵命，师傅。师傅，我会做糕点了，你尝尝。师傅，你要做什么？帮我。师傅，你要做什么？我怕。聒噪！师傅，不要！痛！师傅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没什么，3日后是你17岁生辰，我们就在那日成婚吧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其实我早就对师傅动心了，只是我不敢冒犯他。太开心了！我5岁就被师傅收留，他很冷漠，而且似乎不会冷，可我依旧爱他。师傅，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。师傅，为什么？来人，拖下去，取心头骨，做骨哨。我死了，在和师傅的大婚日被他杀了，还取出了心头骨，做成了一只骨哨。师傅，你到底为何要这么残忍地对我？为什么还是吹不响？阿庆何时才能醒？王爷，您还要再等玄传转世，再杀他，再取他的心头骨做骨哨吗？等，本王已经杀了他，做了9次骨哨，不想就继续杀，总会响的。我死后才知道，师父已经杀了我9世。王爷，要不换个人？不行，只能杀他。200年前，他杀了本王最爱的阿景，本王用蛊虫保护了阿景的躯体，也用蛊虫得到了长生不老的身体，就是为了用骨哨招魂之术复活阿景。只有用杀害阿景之人的心头骨做成的骨哨，才能召回阿景的魂魄。骨哨一日不响，本王就继续等玄传转世再杀。我想起来了，我都想起来了，师父，我杀他是为了救你。其实我已经被师父杀了10次。第1世我杀了苏景，被他杀死后挫骨扬魂。后来的9世，每一世他都刻意接近我，每次都在我17岁之前夺走我的清白，然后在我17岁生辰之日和我成婚后，杀我取心头。师父，其实你根本不知道，第1世我杀苏景，根本不是为了得到你，而是为了救你和我们的国家呀。王爷，我喜欢你。不好意思，房爷是我的。本王和阿景一见钟情，下个月我们就成婚了。祝你们幸福。等新婚夜，我会灌醉灵酒销户，杀了他，拿了他的虎符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攻打战国了。
被你发现了。其实我并不是什么孤儿，我是齐国皇子，我根本不爱林九霄。我绝不会让你伤害他。阿景！王爷，你听我解释，他是齐国信。将他挫骨扬灰！阿萧。后来，阿萧找到了古尸，得到了长生的能力，也保存了苏锦的尸体，并且寻来古少秘术，每一世我都爱了。可每一世他都会在我17岁那日娶我，再杀。可他不知道，古少只有我自愿死在他手里的情况下才会醒，而古少醒，我就会魂飞魄散。阿景，不管要等多久，本王都不会放弃救你。每一世我都深爱着，可每一世我都会在最幸福的那一日死在他手里。只有这一世，我回忆起了所有的一切。阿萧，我累了。既然你这么爱苏锦，下一世我成全你。愿意和哥哥回家吗？愿意。这小家伙一定是开心坏了吧，居然哭了。这大概是我最后一世了，因为我求鬼差让我带着所有记忆来投胎。这一世，我是来成全他。微凉泉已惘然，心奇怪，前9世他都很活泼调皮，为何这一世会这么安静？阿川，你和师傅在一起，不开心吗？开心，我会非常珍惜和师傅在一起的这一生。那就好。阿川，明日你就15岁了，你想要什么术法之礼？师傅，你可以陪我逛一次街，陪我看一次日落吗？好。 17岁那日，我就会魂飞魄散。我从未恨过他。这一世转世之时，我也终于知道他为何这么恨我，因为我们之间还有一个凄惨的第一世。那一世，我是皇子，他是将军，我们深爱彼此。可是，林九霄，我从未爱过你。 接近你只是为了防止你叛变，杀了你。玄川，我发誓，生生世世，我都会让你痛我所痛，不得好死。没想到我和父皇提出赐婚后，父皇害怕阿萧会叛变，当场囚禁了我，还在大婚日找人易容成杀死了阿萧。阿萧，对不起，是我害了你，我来陪你。我的殉情并未消除阿萧的怨，我依旧深爱他，可他对我只有恨。 即便我说出真相，他也不会信我，因为他早就不记得那一世的事，早就不再爱我了。而我这一世，也只是来弥补他的。你很喜欢看日落吗？一夕看日落，抵我半生痴。师父，谢谢你陪了我一天，这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一天。只是我有点累了。 居然睡着了，阿萧，我爱你，我会满足你的心愿。师傅，我抓的，我们一起养着好不好？第一是我们相爱时约定要一起实现3个愿望，然后成婚共白头，一起养一只兔子，一起看雪，
一起开一场烟花。阿笑，在我魂飞魄散前，一定要和你一起完成这3个愿望，也算是和你圆满。这么大人了，怎么还养兔子？师傅，等冬季来了，我们一起去看雪，再一起开一场烟花好吗？好。今朝同淋雪，也算共白头。师傅，你看，时间过得真快，又是严冬了，我已经16岁了。师傅，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对恋人，一个是皇子，一个是将军，他们深爱彼此。可是皇子求赐婚后，就被他父皇囚禁了，并且找人易容成了皇子，和将军成婚。大婚日，杀了将军。什么？真是个悲惨的故事。后来呢？后来皇子抱着将军的灵位跳了城楼，和这个城楼一样高。师傅，若你是那个将军，你会原谅皇子吗？当然会原谅，又不是他的错。若我就是那个皇子，师傅就是那个将军，师傅会原谅我吗？会原谅。师傅，我真高兴。时刻不见古人散，十里长花难再续。我知道我和他早就回不去，可我还是抱着最后一丝希望，希望这一次他会不舍得杀我。师傅，这一世你爱过我。我爱你，我的川宝。川宝是他第一世给我的专属称呼。师傅，你温柔点儿。乖川宝，忍一下就好。林九霄，虽然你说自己是靠蛊虫得到了长生的能力，可国师说你迟早会成为妖孽，危害百姓。今日朕就要为民除害，放箭！师傅，我还活着吗？你命大，所有的箭都没有伤到你要害。本王的人也及时赶到，陛下已经被本王喂了共生蛊。若本王死，他也会立刻死，所以他不会再敢轻举妄动了。你为何要救本王？因为我是你的川宝啊。师傅，我有点吃不消了，够了。再忍忍，乖。太恍若梦见，所以约定。师傅，可不可以不要走？乖，明日我们就成婚了，师傅就可以每天陪你过夜了。最日他一次又一次的要我，我甚至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了不舍。师傅，明日你还会杀我？哈姐，本王一定会让你复活的。我以为师傅最近迷恋我的身体，是因为这一世对我动了心。原来他爱的依旧是苏锦。我早就不该抱有任何的幻想，他早就不是当初爱我的萧将军。不管怎么说，阿萧说过会原谅我，我已经知足。师父，这一世我是自愿成全你们的，这一次顾少一定会想祝你们幸福。来人，拖下去，
取心头骨，做骨哨。师傅，有你啊！阿姐，你终于醒了，本王等你很久了。我知道我已经死了200多年，齐国早就不在了。林九霄又这么爱我，所以我决定和他在一起了。阿姐，你先休息，本王突然想起还有个急事没有处理。为什么本王爱的不是阿锦吗？为什么好不容易复活了他，本王却一点都不想碰他，心里想的都是玄川。我叫下人给你做了糕点，你吃点再忙，忙完早点回寝屋休息吧。那个，本王今日先睡书房了，你早点休息吧。师傅，想不想在这里拥有我？师傅，你爱我吗？我爱你，川吧。可恶！为什么本王会做这样的梦？本王不可能爱上宣川的。可是他临死前为何会知道古兽的事？又为何说本王原谅他，他就知足了？难道他记得自己杀死阿景的事？本王不仅不想碰自己的王妃，还总是梦见和宣川有肌肤之亲。是不是他的灵魂蛊惑了本王？有什么办法对付他？不可能是他做的。古少招魂必须要当事人拥有前世所有的记忆，然后心甘情愿牺牲，做出来的古少才会响。而古少响，魂魄灭，玄公子早就魂飞魄散了，又如何来蛊惑您？您应该问问自己，为何忘不掉呢？是不是早就动心了呢？不可能！哼，你可别装死，本座只是抓了你，可没有伤你。我真的复活了。无敏，别装疯卖傻，赶紧说出你混进新书阁的目的，否则本座可就要对你用刑了。我不叫无名，我叫玄川，我不是这具身体的主人，你相信我。没想到天底下居然真的会有和我一模一样的人。鬼差说我太可怜了，说有一个和我一模一样的人是坏人，要收走他，让我来借尸还魂，我就不会魂飞魄散了。无敏，你不要装了，本座早就查到了，你是千机阁的细作，想灭了我们新书阁，做梦。阁主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你信我，我绝对不会背叛新书阁。好啊，那你今日就做我的人。阁主，我真的没撒谎啊，求你冷静点。怎么，害怕了吗？害怕也晚了。蓝蓝心弦撩动心弦，十分好人间，三分你就是个混蛋！我都说了我不是无名，我是玄川。我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和我一样的身体活下来，清白就被你给毁了。你赔我清白！你不是无名更好，本座对你负责，我们立刻成婚，好不好？阁主，战国摄政王凌九霄求见。别让他知道我的存在。你们认识？何止认识？阁主还真是难请啊。新书阁可预知国运，
修改人的命数。王爷，想必不需要我们做这些吧？好，听闻你们还可以通阴阳啊！本王近日被一游魂纠缠蛊惑，希望你能替本王劝导他们赶紧离开。若不行，直接灭了他也行。此魂生前名叫玄川。阿萧，你就这么恨我，利用完我就要让我魂飞魄散？哼，王爷乃不死之躯，如何会被一个小小游魂纠缠？他是如何纠缠你的？本王夜夜梦见和他纠缠不休，清醒之时甚至连自己最爱的王妃都不想碰，一定是被他蛊惑了。哼，王爷，你怎么敢确定不是你自己爱上了他呢？若他真的能蛊惑你，你又怎么会来要求本座让他魂飞魄散？不可能，他杀了本王最爱的人，本王怎么可能会爱上他？大师说他已经魂飞魄散了，可本王不信，那些梦一定是他在蛊惑本王。多可笑！你宁可认为我的灵魂在蛊惑你，都不愿意相信你已经对我动了心。哼，好，你留下来，3日后本座成婚，你参加完婚礼，问题就能解决了。我每一世都是死在婚礼上，所以我并不愿意再嫁。可阁主说的对，我不该一直逃避，我应该面对。既然我牺牲自己成全阿萧，他却依旧不肯放过我，那我也不需要再顾及什么第一世的旧情。怎么可能？你不是死了吗？王爷，看清楚了吗？玄川还活着，他的灵魂又如何去蛊惑你？这怎么可能？你的躯体不是早火化了吗？本座给他找了一个新身体，他如今爱的是本座，希望你下次不要再梦见他，本座膈应。玄川，本王警告你，不要再蛊惑本王，本王不可能爱你。你确定是我蛊惑了你，而不是你早就爱上了我吗？凌九霄，你杀了我那么多世，这一世我已经成全了你，你该知足了。希望你不要再把你的梦怪在我的头上了。不可能，本王怎么可能会爱上你？小东西，既然他那么确定是你蛊惑的他，那我们就多膈应他。不过在此之前，你得满足本座。与气氛和你相见。阁主，你不是说娶我只是为了让大家相信我不是之前的无名吗？你没说要和我做真夫妻啊？哼，真是个单纯的小兔子，娶你回来不吃只看吗？本座又不是和尚。阁主，我们先培养一阵子感情好不好？感情急什么？先吃肉。不要！珍惜一段情缘。玄川，你还说不是你在蛊惑本王？那你追到皇宫来做什么？林九霄，你这个老怪物还挺自恋啊。凌九霄，即便我知道每一世你都在大婚日杀了我，取我心头骨做骨哨，我依旧不恨。因为第一世你做将军的时候，即便杀你的只是个替身，可也是因为我的关系。谁知道那个故事里杀本王的是替身还是你？你信不信都不重要了，因为你已经杀了我10次了，还不够吗？我没有想到，这一世即便我宁可魂飞魄散成全你，你还是不愿意原谅我。我早就不欠你什么了，希望你不要再说我蛊惑你，我早就不要你了。玄川，不管你是用了什么邪术，借尸还魂活了下来，但阿萧爱的只有我。你不要编织什么第一世和他的故事，你们从来没有故事。玄川，本王知道你忘不掉本王，
所以才会假装成全本王，让古少想打动本王，然后再找机会借尸还魂，回到本王身边，对不对？可本王永远不可能爱你。王爷，看清楚了，川宝爱本座。川宝也是你叫的吗？不对，本王何时这般亲密的称呼过玄川？为什么对这个称呼这么熟悉？到底为什么？阿萧，你关心他做什么？你爱的不是我吗？对，本王爱阿锦。玄川，你别想用激将法让本王嫉妒，本王不会。川宝，本座带你去偏殿休息吧。谁叫你勾起了本座的火，你得灭。这里可是战国的皇宫，你们不知廉耻！哼，有本事你们也这么恩爱啊！玄川，你快出来！别以为你找阁主演戏，本王就会嫉妒。阿莫，疼，别这样。让思念斑驳，宁愿都乖，再来一次。阿川，你真的愿意嫁给我吗？万一陛下不同意怎么办？那我就一直跪在父皇面前求他，说他直接杀了我怎么办？那我就殉情啊！我绝不会离开你，我爱你，我生生世世都会爱你，你也生生世世都爱我，好不好？我发誓，我林九霄要生生世世爱玄川，若有违背，就罚我永生永世对他爱而不得。这一生一人为念，奈何几世缘。为什么？第一是为什么要杀我？你终于想起来了，可那个故事我早就告诉过你。杀将军的人是易容的，真皇子后来捧着将军的灵位殉情了。本王不信，你有什么证据？我们偷偷相恋的那些日子，我想杀你有多少次机会？为何我非要在大婚日杀你？我在提出辞婚的那日就被囚禁，不过不重要，我们早就两不相欠。阿萧，你别信他，他所说的所做的都是为了得到你。雪川，不管你做什么，阿萧爱的也只有我。怎么，齐国灭了，你这个细作也想通了，不杀林九霄了，改做他的王妃了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是孤儿，我不是齐国皇子，你少诬陷我。我们何时说过你是齐国皇子？怎么不打自招了？玄川，你少诬陷阿景！我诬陷他？林九霄，我不争不抢，想让你得到幸福，可最后我才发现自己是个笑话。你以为当初我杀他是因为嫉妒，是因为想得到你吗？我杀他是因为听到他说自己是齐国皇子，要在大婚夜杀了你，偷取虎符攻打战国。你胡说，你少诬陷我。齐国是早就不在了，可查到你的身份也不是难事。林九霄这么多年，为了一个根本不爱你，还想要你命的细作，一次次杀死了最爱你的人。你不仅是个老怪物，还是个蠢货。说你说的都是真的，那你为何要嫁给他？你说过你要生生世世爱我的，你违背了诺言了。可先爱上别人的，一直都是你。阿萧，我早就不要你了。阿萧，我知道错了，当初我做细作也是被逼的，可我爱你是真的。如今齐国早就不在了，我们好好在一起，好不好？本王
王居然会为了一个细作杀了玄川10世，难怪本王不想碰你。原来本王内心深处爱的人只有阿川。来人，将苏静拖出去，砍了！我是细作没错，可杀他，一次次将用他的心头骨做成骨兽的人是你。现在后悔早就晚了，他不可能再原谅你，他已经爱上别人了。拖出去，砍了！阿川，对不起，我其实根本不爱苏静，她只是我们之间因果的棋子。如今我的怨念没有了，我爱的依旧是你，你回到我身边好不好？我从未恨过你，不然这一世我也不会自愿死在你的剑下，让古少想。我以为你爱的早就是他，我希望你幸福才会愿意牺牲。可我没有想到，即便我差点魂飞魄散，你也没想过要放过我。我错了，我爱你，我后悔第一世临死前发下那样的誓言。我爱你，我们之间只是一个悲剧，一个误会。你回到我身边好不好？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太晚了，阿香，我给过你机会，我给你讲的那个故事，你说会原谅我，可最后你还是在大婚日杀了我。金盆覆水很难敛，玉枕崩弦调不全。你们回不去了？不，我们那么相爱，回得去的。阿川，只要你愿意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回得去的。阿香，我承认每一世我都深爱过你，可再痴的真心也有破碎的一日，我们永远都回不去。小东西，你爱上本座了吗？都在一起5年了，还问？我当然爱你。不行，还是得用行动表达。我追求了200多年的真爱，其实一直在我身边，可惜我却一次次错过。我死后，将我的心头骨做成骨兽，送给阿川。我想永远陪在他身边。王爷说他想永远守护你，我早就不需要他的守护了，将这骨少安葬了吧。还真是有点遗憾呐。侍卫将玄川和林九霄的骨兽埋在一起，这也算是另一种圆满了。人生不就是这样充满了遗憾吗？蓝蓝星辰撩动心弦，十分好人间。